拿铁终于人生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爷爷。见完之后，张拿铁托我问问大家，这孙子还当不当？温迪和布莱恩千里迢迢从加拿大飞来，落地了。这次中加会晤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张拿铁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个爷爷呢。结果一上来就犯了一个每一个中国人都容易犯的错误，对外国人脸盲。张拿铁不像早达在加拿大住过，他只跟布莱恩在视频对话里见过这么几回，然后和手机前看视频的你呀，可能一样。张拿铁对外国人这个脸吧，识别度非常低。早达告诉张拿铁，我们的爷爷是一个慈祥的外国老头。张拿铁在机场见着外国老头就喊爷，以下都是当天张拿铁的爷。爷爷，爷爷，爷爷，哦，这不是。面对外国人，我们除了脸盲是难题，还有一个难题，你们应该也有共鸣。我们跟外国人说英语，最怕的就是他们不按套路出牌。张拿铁的英语，咱说这半年也是有很大进步的，可以稍微比划两句了。但是他学的是典型的中式英语，他跟对方能对话的前提是对方必须得按课本上的套路出牌。比如俺俩平时是这么练的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thank you. 但是他爷呢？张拿铁问他爷 How are you？ 他爷回了个我又老又穷，那你说不也得活吗？这让张拿铁咋接呀 ？How are you? Anna's playing with the puppy dog. 对，说的是 How are you? I am old and broken, but I made it through another day. 他不说 I'm fine, thank you， 他不说 and you。给张拿铁憋的呀，跟他爷他奶在家，发现人家毛毛在家憋不住要出去上厕所去，就想跟他爷说咱们得遛狗，咋说明白，各种招都用上了。毛毛想要上厕所， What? 遛狗， You go? 遛狗，这个是 dog。 Huh? One dog is enough! dog 尿尿，嘘。dog 尿尿，嘘。dog, no! You like to dance? 最后早达回来了，才把遛狗这事说明白。狗最后是遛上了，但遛狗外边的风刮得人脸上刺挠。还好出门前给孩子用了袋鼠妈妈青少年护肤套装，专为青少年研制，正适合早达。它通过了第三方检测，可以控油、去黑头、防螨，搭配无酸保湿水乳，补水滋润，舒缓泛红。13年母婴大品牌就是好用。一直到晚上，张拿铁都没有放弃和他爷爷的沟通。越冷不冷？这个我会说 you。这个也会说。拉倒吧，拉倒吧。 Something to do. You're not as into Disney. Bring them out, put them on, so they didn't know anything. 我不喜欢这个家，不喜欢这个家。一个混血孩子告诉邻居他家来了3个外国人，给我逗稀了。都是你家人吗？我家来了3外国人，叔叔我是这样子，我来看男人。你不也是外国人吗？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你不是外国人吗？你生啥气呀，张拿铁？人家说的也没错。我不是外国人，你是外国人。You are half Canadian. 你不要说话了。张拿铁虽然不太适应家里来了外国人，但是他居然能成功的把外国人洗脑。跟你说一下这过程啊，我婆婆小姑子他们来，第一个事儿就是要看长城。他们来的头一天呢，我妈刚走，我妈不是有点烦温迪吗？就有点小心眼儿。然后知道他们要来看长城，我妈就告诉拿铁早达，你俩就教这仨女的唱一首歌，叫《亚洲雄风》，一定要在长城上给他老唱。然后从他们仨落地中国的这一秒，孩子们就开始了洗脑式教学。然后我们就上车了，幸亏咱开的是 IMV Plus 区，全家都能坐下，要不还得辆车。登上长城，早达让我给他姥录个视频。于是《亚洲雄风》这首经典名作，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被4个加拿大人嘹亮的高歌。我们亚洲山水共的头。那仨人虽然听不懂，但是吧，他特别洗脑，以至于我在景区上厕所的时候，听见隔壁的温迪已经开始哼哼这首歌了。然后我们是提前买了缆车的票，但是中国人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过去，外国人的护照刷不了，他几个被扣留在闸机旁边，等着换纸质票才能进。张拿铁呢，因为是儿童，票挂在了他爸名下，莫名其妙从中国人群中给摘了出去，扣在了旁边。张拿铁非常不高兴，人家工作人员说身份证直接过，护照的都搁这等着。张拿铁咆哮了：我不是喝的，我有好口，我有好口。
我呢本来想给温迪报个团，人家有英语团，他说不用。我说那租个导游的耳机我拿钱，他嫌贵也不要，说随便跟着一个团走就行了。我说蹭团这个事儿你不要那么明显，他说行我懂。结果1分钟就被人发现了。当时我们周围有4个团，这仨女的直勾的非蹭一个导游，薅羊毛非可一个薅的那个导游要是不撵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然后前边那个导游在那讲解说10步一回首，看看祖国大好河山。温迪听不懂，问他那个汉语科1都没过的儿子，在大胖媳妇的翻译下就听懂一句10步一回首。温迪记住了，领着俩女儿一直回首，还特别精准，数10个数一回首，数10个数一回首。后边人以为温迪认识他呢，结果下长城就落枕了，妈，回走这路上给大伙热的呀！我提前预约了空调模式，现在车里老凉快了，车里边随便玩，车外边随便照。平时大胖媳妇自己开这个 IMV Plus 的时候吧，都是开这个 Sport 模式，享受速度与激情。这次我让他打开 Normal 模式，更平稳。这车不错吧，温迪？不错。够用。最后下长城之前，他们看到了一个长城纪念款雪糕，为了跟他们加拿大的友人显摆，他们都想买了拿着照相。一问价22块钱一个。最后穆赫兰家族4个人众筹购入雪糕1枚，各种自拍，各种发。最后长城雪糕轮了一圈，到了张大铁手里，化干净了。挂过。一个人如果英语不好，最好不要跟外国人装英语好，否则可能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前几天不是全家出去旅游了吗？这次旅游，早达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借他一部手机，我就把我旧手机借他了。早达非常开心，一路上就拍照去用。那张大铁是怎么一个好面的人，你们也知道，受不了了。我也有。电话簿、工具箱。旅游的路上，老外就特别喜欢在车上拿手机放歌。早达现在有手机，人家也加入了。张大铁看着也得放，我也可以看。高端的音乐往往需要最简单的传播形式，那就是把手机摁关机再开机。你手机是不是过上了好日子？过上了好日子。你还别说，直接给布莱恩洗脑了。他爷布莱恩看着张大铁这老人手机就夸：哇哦，好有手电筒感的一个手机！我在加拿大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张大铁一听来劲儿了，这几天就可劲儿给布莱恩安利自己的老人手机，说的天花乱坠呀，还教布莱恩怎么打电话才是最带派的。最后海滩上一堆人在看一个小老头教一个外国真老头怎么带派打电话。哇，你干啥呢？你去下。哇，你干啥呢？买东西的时候，张大铁告诉他爷随便挑，我付钱。他倒不是撒谎，每次张大铁用老人手机请客的时候，都有家长在旁边真给他付钱嘛，也没有人忍心告诉过他，他付款的时候这个 B 是不管用的。你得第一声才能成功。张大铁跟他爷说：“你就不用管，你拿，我扫码就行。”扫完就走了。他爷爷很疑惑，问他 How do you pay for that？ 我不知道反正没人追我。布莱恩被彻底种草了，这不是爷爷奶奶第2天就要离开回加拿大了吗？张大铁还没忘了炫耀呢。你回加拿大，你可买不了这种手机了吧？他爷说：“那你就把你的cell phone give me 吧，把你的手机给爷爷怎么样？”张大铁本可以说他英语不好，然后找我翻译一下，人家不，直接标英文。他想说的是东北经典式反问：“我给你啥呀？我给你。”结果他翻译成英文说的是：“我给我用啥呀？我啥都给我用。我光给我一个，我傻呀？我给我用这个充电器，我都不给我。结果呢？翟耀达虽然会汉语，但是对东北特有的正话反说式汉语还没有完全精通。翟耀达还热心肠的给布莱恩翻译了，他翻译的是：“我的弟弟说手机可以给你，把充电器也给你。”我们就去睡觉了，手机就留在了电视柜上。天真的我寻思，老两口要走了，挺圆满一个行程。我这次从海边回来很开心，以前不敢在海边疯玩。我这敏基海风一吹，太阳一晒准泛红。遇到换季皮肤也会闹点小情绪，用镇妍速修精华放心多了。功力都在卖的院线品牌，4重蛋白合力修护，急救泛红，修护屏障，提亮肤色，让你一瓶感受3重焕变。老外的确是只听字面意思的直肠子。第2天，老两口回加拿大了。我家几口人一一惜别之后，布莱恩做完了和中国的一切道别。张大铁那一瞬间还挺难过，觉得哎呀多好的爷爷就走了。忽然。